你好，帮我把这个账户转20万，我买房的首付。请您输一下密码。哎，林女士，账户显示您名下有50万的借贷欠款，账户已经冻结了。什么？我每天起早贪黑杀猪卖肉的，从未借过别人1分钱啊！怎么突然就欠了50万啊？如果您对这笔欠款有异议，我们建议您报警处理。报警就报警，你们等着。什么时候到？哎，我车呢？蹲我车干什么？下来！你欠人钱不还，当然是跟我们去见债主。债主？我欠谁钱了？我烧吗？说，债主在哪？这就你们说的债主家？人呢？姐姐，捉迷藏的时候躲在这里，我们肯定能赢。小秋，院长妈妈找不到我们会担心的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姐姐，我想吃奶糖。吃完奶糖就走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去给你买。姐姐，姐姐！小秋，小秋，快停下！姐姐，小秋，快停下！小秋，小秋，小秋，姐，小秋，真的是你。我找了你30年，我也是，姐。最后迫不得已，我才利用催债公司查到你的下落。小秋，都怪姐姐没出息，当年眼睁睁看着你被那辆火车带走，我却怎么也追不回来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还坐上轮椅了？姐，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找到你，是因为我有一些遗产想留给你。你说什么？这是遗产赠与协议，总价值5个亿。5个亿？姐，我活不了多久了。临死前再帮妹妹一个忙，姐，别为我难过，我这辈子过得挺好的，我开了大公司，买了大房子，只是姐真的很想你，我经常梦到那辆货车，梦着你追着我跑的样子。不行，小秋，这钱姐姐不能要，你留着好好治病。啊，我这里还有钱，砸锅卖铁我都给你治。姐，你别推辞，你就收下吧，你只有安心的收下了，我才能够把孩子们托付给你。孩子？林女士，请跟我来。
姐，这就是我那3个孩子。姐，这就是我那3个孩子。大儿子周末状元苗子，就为了个小太妹，放弃了考清北，去读了个大专。二儿子周帅，天天打架逃学，花钱如流水，就是个败家子。这是小女儿周晴，胆小缺爱，在学校还被同学孤立。妹妹，这都是你的孩子？对。妹妹啊，那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姐，自从我们分开，半年前我查出了癌症。林总生病的消息，目前还处于保密状态。您和他的容貌一致，所以希望您代替他好好管教这3个孩子，直到他能达成继承信托的要求。您愿意吗？妹妹辛苦一辈子，我不能让她的血汗钱打了水漂。行，你好好养病，我替你管孩子，保证管得顶呱呱的。姐，谢谢你。都进来吧。姐，换上衣服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。伯母，这是小爱出国游玩的时候特意给您带的礼物。张奶奶，这个是燕窝，那个是鱼胶，我妈说了，吃了对身体好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我们小爱啊最懂事。来人啊，把它拿下去吧，炖上。是。哎，小爱这孩子啊，从小就乖，还很孝顺，比我们家这3个都要强啊。哎呀，好烫好烫！周晴妹妹，你干嘛故意烫我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小秋，要温柔，要温柔，绝对不能露馅。我没有，明明是你这孩子怎么毛手毛脚的，连杯茶你都倒不好，看把小爱烫的。算了，伯母，肯定是你们一直夸小爱，小晴心里不高兴。女孩子嘛，心思毕竟敏感一点。不是的，不开心就可以伤人吗？小小年纪，跟谁学的这么恶毒？还愣着干嘛？快跟小爱道歉！我让你道歉！对不起，我闺女没错，凭啥道歉？我闺女没错，凭啥给她道歉？妈，你回来了。还真舍得回来。我要是不回来，我都不知道你这样欺负我闺女。周卫国，你鼻子上面挂俩蛋，只会眨眼，你不会看呐？你看不到是他故意打翻的吗？还在这恶人先告状。周叔叔，张奶奶，真的是周晴扑到我了。林晚秋，你大半年都没露面，一回来你发什么疯啊你？这就是把我妹妹搓磨了20年的婆婆张淑嫔，重男轻女，重度患者，把我妹当外人，把孙女当仆人。哎呀，嫂子，你看我也不知道你今天回来，我也没给你带礼物，你可别生气。苏英，周卫国的同乡小青梅，死了丈夫后就带着女儿缠上了周卫国，是一朵成了精的老白莲。谁稀罕你的礼物？晚秋，算了，周哥，嫂子好不容易才回来，你就别生她的气了。
刚才只是小孩子间的摩擦，我们小爱不会计较的。英子，你别替他说话，刚才就是小晴故意用茶水烫的小爱，人家是客人，你这个当妈的，你说怎么办？周卫国，小秋的丈夫，拎不清的糊涂虫，被苏莹哄得晕头转向，把我妹气的搬出家门，快病死了还没告诉她。这哪是家呀，分明是吃人的盘丝洞，怪不得孩子会出问题。哼，你们说是小晴故意泼茶烫的他？确定？这有什么不确定的？我们亲眼看见的。周哥，真的算了，你就别怪嫂子了，就是泼了杯水。晚上我回去用烫伤膏给小爱擦一下就可以了。你干什么？没事吧？小晴，看懂了吗？这才叫泼。林晚秋，快给英子道歉，道歉！道歉。周哥，林晚秋，你发什么癫？我问你，茶烫吗？茶是温的，不烫。哎呀，我就说小晴这孩子不是故意的吧，都怪我们家小爱太娇气了，皮肤敏感。是我皮肤太敏感了，小晴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好了，既然没事儿，都别闹了。谁闹了？既然是他的错，那就让他给我闺女鞠躬道歉。凭什么？晚秋，你这茶也泼了，气也出了，就不要再为难小爱了。小爱一个女孩子，自尊心受不了。自尊心？他自尊心就是自尊心，小晴的自尊心呢？啊？那小晴她就活该被他们踩在脚底下吗？周卫国，到底谁才是你女儿啊？林阿姨，周叔叔，你们别再吵了，是我的错，我道歉。小晴，对不起。等到了学校，我再跟你算账。怎么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先生、太太，饭菜备好了。行了，小爱也道歉了，这事不要再提了。先吃饭。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，真是小家子气。好了，英子、小爱，咱们去吃饭。今天啊，我专门让厨房做了你们爱吃的菜。走。走。看看，这做的都是你爱吃的。从前他看到苏英都是掉头就走，还总把离婚挂在嘴边，今天他居然肯留下，看来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啊，小爱，谢谢叔叔。那尝尝。谢谢周哥。来，晚秋，这些日子你都干嘛去了？电话不接，信息也不回。你还知道找我？你不是忙着给人养闺女吗？周哥，嫂子又误会咱俩了，你快给她解释解释。真绿茶呀！你这洗澡水要是到黄河里，全国人民都能喝上龙井了吧？妈妈今天怎么了？好会骂呀！林晚秋，当着孩子的面，
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口无遮拦？你当着孩子面儿，你不也跟人家老婆眉来眼去吗？我都说了很多次了，我拿苏英只当成同乡，你针对她干什么？她跟小爱刚从国外旅游回来，是来给咱妈送礼物的。你有那么多同乡，3天2头找你要钱，又让你买房买车的又有几个呀？还出国旅游，他哪来的钱啊？不都你给他的吗？又来了，我都说了，当年我最难的时候，是他借给了我300块钱，我才有饭吃，我才能有今天。现在他男人死了，生活不容易，我帮他一把又怎么了？啊，他借你300块，你还他300万，满世界都找不到这么赚钱的路子吧？周哥，这饭我们就不吃了，嫂子不喜欢我和小爱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慢走，不送。小晴，多吃点，长身体。多吃点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吃呀，不饿呀？哎，不是要走吗？怎么又不走了？走什么走啊？这桌饭啊是专门给你们准备的，谁走你们都不许走。坐，快坐下吃饭。奶奶，你快尝尝我给你带的燕窝，看看合不合胃口。啊，还是我们小爱懂事儿。妈，我的英语课外补习该交费了，多少钱？3万。行，待会儿给你啊。一学期3万块，都教了几年了，也没见你英语有什么长进啊。你看人家小爱，出国之后都能跟外国人聊天了，你能吗？哎呀，伯母，学习是要靠基因的。周哥学习好，小魔学习也好。小晴，嫂子，我听说你没正经上过学，都是后来自学的。该不会是儿子遗传爸爸，女儿遗传妈妈吧？不是的，是我自己笨，不关妈的事。没规矩，一个丫头片子能让你上桌吃饭，你就应该感恩戴德了。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？我先去写作业。饭还没吃呢，写什么作业去？吃什么吃啊？俗话说得好，媳妇儿上桌吃饭，家里祸事不断。媳妇儿生个女娃，不如养个王八。真是可以烈火摇铃。行，不让吃饭是吧？那就都别吃了。我的限量版裙子！李晚秋，你今天是疯了吗你？跟个泼妇似的！简直是反了天了！泼妇怎么了？你们让我闺女吃不好饭，你们一口也别想吃。妈，你看你娶的好媳妇儿，她真是要气死我呀！今天她要是不走，以后你就别喊我妈。李晚秋，你今天实在是太过分了，赶紧给妈道歉，要不然我今天也留不了你。谁稀罕呀？哎，小晴，你想不想跟我走？走。晚秋，你要带女儿去哪儿？要你管？让她走，在外边活不下去了，别死乞白赖的回来。陈年，立刻派个司机过来，我要带我闺女走。好。陈叔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走啊！这是你们
是我之前一直住的房子，以后你就住这间，你看看你喜欢吗？喜欢。行，我去给你做饭，你先休息一下。你每次都是这句话，你能不能有点别的话跟我说？说了很多次了，你不听啊！那是公司，我要应酬，应酬你不懂吗？那是少林寺吗？都是罗汉，一个女的都没有。你自己想吧。妈妈，你这次出门多久？能不能早点回来？小晴，你想不想以后跟妈妈出去住啊？那爸爸怎么办？你不用管，那是大人的事情。你只告诉妈妈，你愿不愿意？愿意，我跟妈妈走。行，那你再等等妈妈，等妈妈再多赚些钱，咱们回头买个大房子，把你和哥哥们都接过来，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。好，我等妈妈。我还以为他早忘了我了，原来他一直还记得。好好吃啊！吃完了早点休息，明天呢，我送你去上学。上学？等到了学校，我再跟你算账。怎么了？不想让我送你去上学啊？想的，但你不是很忙的吗？我这段时间不忙，放学我也可以接你的。不用了，我都已经这么大了，自己可以上下学。这孩子肯定有事瞒着我。就是他吧？看不出来呀。让你看看他，周姐啊，你干什么？周晴，你害羞什么呀？就是，本来以为你挺清楚的，没想到私底下是这种人。到底在说什么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周晴，这个视频里的人是你吧？这不是我。那肯定是他呀。作业你写了吗？作业没写。说吧，那个视频是不是你做的？是要怎样？你能不能帮我删掉它，或者是帮我澄清一下，那不是我。哟，现在知道害怕了呀？当时你妈带你走的时候，不是挺威风的吗？还敢掀我的饭桌？那是因为你们先没拿我的。我告诉你，他敢掀我的桌，我就敢让你在人前抬不起头来。这才刚开始，等着吧。哦，王硕说放学去找你，他可就早就看上你了。你可别不识好歹啊！老大，你看这个，干嘛呀？这个瓜现在老火了，网上视频都传疯了。
这不是你妹吗？哎，今天那个瓜你看了吗？什么瓜？没看啊，我给你看。哎，周晴呢？周晴，放学出去约会去了吧？约什么会？跟谁？那谁知道？有可能是跟老男人，也有可能是跟王硕。神有病吧？还是苏爱厉害。现在周晴那个视频全校都传遍了。就是啊，王硕说他今晚就把周晴拿下。王硕可不是个善茬，周晴落他手里啊，肯定完蛋。敢惹我就得这么治他。就是。走，小晴。你放开我！啊，我不是说了今天让你放学等我的啊！你放开我，我要回家了。着什么急呀？我有事儿和你说，跟我来。走。你放学干嘛去啊？直接回家呀？行，可以走。陪我出去逛逛嘛。来。小兄弟，借个家伙事儿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我妈今天会来学校，还有我二哥，他也在学校。哥，他不就是个蓝毛混子？什么时候管啊？还有你妈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他是谁呀？来过学校吗？他真的会来。小晴，让你动我妹妹！让你动我妹妹！哎，小晴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儿？二哥，你别再打了，再打会出事的。二哥，是他，那个混混这年头学打架的败家子周帅。周帅，你敢打我是吧？你等着看被开除吧！打的就是你！你快去救二哥，二哥已经被记处分了。他要是再因为我打架的话，他就会退学的。别担心，有妈在。你起开。你跟我去老师的办公室，好好说道说道，不开除你这种人渣，凭啥开除我儿子？走。这真是咱妈？谁打我儿子了？我看谁敢打我儿子！是不是你打我儿子？爸，就是他打的我。我看你一脑袋蓝毛就不是个好东西。站那儿去！敢打我儿子，报告老师，必须把他给我开除了。哎，王总，您消消气啊。这是建新地产的王总，你们惹不起。听见了吗？识相的赶紧赔我儿子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，否则我让你在海城混不下去。爸，您快起来。也不用行如此的大礼啊。一个女人怎么这么大牛劲呢？这陈年，监控视频弄好了吗？进来吧。这个是监控器材教室门口的录像，你们自己看。监控录像很清晰的显示，是王硕先对我们周晴小姐欲行不轨，强行拖拽在先。什么叫欲行不轨？我儿子不说了吗？就是说几句话而已。你们这帮人呢，
心脏看什么都脏。这叫说几句话吗？这叫强迫，叫猥亵。有话好好说，但也不能动手啊！我儿子动手，那是出于对自己妹妹的保护，这叫正当防卫。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儿子猥亵她？没准是你闺女，乐意的很呢。啊，那个对，没错，就是他勾引的我。没有，没有，你勾引人那不是日常便饭吗？那网不是有视频吗？自己看呀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试试。怎么了？好了，别冲动。什么视频？林总啊，应该是这个。哎呀，这女的从小不学好，怪不得勾引我儿子呢。闭嘴！小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视频上的人是你吗？妈，那不是我。什么不是你呀？那明明就是你的脸啊，还不承认？那个脸确实是我的，但我不认识他，也没见过。小钱，别怕啊，妈相信你。陈年，去查一下这个视频的出处。好。视频呢，我们自己会调查，但是你儿子欺负我女儿这事儿，别想抵赖。我告诉你，咱说话得讲证据。我儿子脸上有伤，这就是证据。你说我儿子欺负他，你们有证据吗？那器材室可没有监控。有，我有证据。他之前说要放学堵我，我当时害怕，就准备了录音。我之前明明那么正经的努力追你，你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没想到你背地里连那种老男人你都受得了啊！不如这样，让我亲一下，我再考虑原谅你怎么样啊？孙子，我揍你揍轻了是吧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陈年，这对方拒绝赔礼道歉，那咱们就直接报警。好，哎，别，一点小事儿，报什么警啊？是不是？就算有录音，那我儿子也没欺负到他，是不是？你们还把我儿子给打了，这么的，你们不就是要钱吗？说个数。赔钱啊？够。那你还想怎么着？我要他被勒令退学。哎，对了，在退学之前呢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鞠躬、检讨、道歉。不行，这要是退学了，哪个学校能要我？爸，这太丢人了！这个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不要得寸进尺。这卡里头有10万块钱，足够赔偿你们。想让我儿子道歉，不可能。走。哎，王总，你们啊，可惹上大麻烦了。妈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不怕，杀猪还需磨刀呢。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后悔。你说你提饭根本整不出我，那是他有那属狗的呀，帕金森一样。这东西，他还有脸来啊？就是。这钱啊，想干嘛？这个人猥亵女同学，大家离他远一点。这个人猥亵女同学，大家离他远一点。这个人猥亵女同学，大家离他远一点。这个人猥亵女同学，你有完没完啊你？哎，别叫我妈呀，我可没有你这种败类儿子。你滚上！让你给我滚上！王硕同学，怎么着啊？做错了事情还不让人说了？手机给我！给我！你妈妈练过功夫吗？好帅啊！这个人猥亵女同学，大家离他远一点。哎呦，林律师，我能理解你想为女儿出头的心情。咱们这是在学校，学校本来就是用来教书育人的。既然你们教不会，犯了错的孩子知错认错，
那我就只好经济奖。来，青年拿着，多准备几个，然后呢，再多叫几个人。这一下课呀，咱就播他怎么样，咱就播到哪，让他也出名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个人猥亵女同学，喂爸，这学校里有个疯女人，拿着个破喇叭在这一直污蔑我，我还有什么脸在学校里混呢？你赶紧找校长，好好收拾收拾他。收拾什么收拾？你知道他是谁？你是集团的董事长，你多好好道歉。要是他们打过车了，就不要回来了。这个人猥亵女同学，大家离他远一点。这个人猥亵女同学，大家离他远一点。这个人猥亵大妈，不，那个阿姨啊，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要不你先把这喇叭给关上，别让我做什么东西啊！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大家离他远一点。啊，那个，大家离他远一点。周强，这个人猥亵女同学，大家离他远一点。你要干什么？周强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爸回去会打死我的。小晴，别怕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给你撑腰。苏爱，你不是说周晴她爸妈离婚了，他妈不要她了吗？对呀，他妈妈看起来对他挺好的。我不会原谅你的，你知道你做的事有多龌龊吗？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一句对不起就想抹掉，休想！活该，欺负周晴那么久，现在知道跪了。就是膝盖软的跟纸糊的一样。苏儿，你干嘛？苏儿，你还好意思跑是吧？要不是你挑唆，会有这些破事吗？都是苏儿，是苏儿主动让我欺负周晴的，都是她的意思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就是看你喜欢周晴，所以想帮你一把。谁知道你竟然欺负她！你还在这装是吧？你真不是个东西！难道不是你天天说周晴的坏话吗？不是你告诉我器材室没有监控，是你让我去做的吗？我没。真想不到，竟然是他挑唆的。你们别听他的，我才不会欺负周晴呢。我跟周晴可是好姐妹啊，是不是？周晴，你再胡乱说话，我弄死你！好姐妹，那为什么要制作 AI 换脸视频，去造自己好姐妹的黄谣呢？什么视频啊？我不知道。这个视频处理好了吗？这个视频呢，已经经过专业检测，就是 AI 换脸视频啊。而这个视频的原主人公呢，根本就不是周晴，而是他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辣眼了吧！居然还搞 AI 换脸那套去污蔑别人，真的是绝了！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好啊，苏啊，连视频都是你玩我是吧？苏爱啊，你真是空口造谣一张嘴的。你跟小晴呢，从小就认识，这女孩子之间呢，就应该要互相帮助。你怎么在背后捅刀子呢？说得好。林女士，非常抱歉，没想到不让周晴同学遭受这么大的委屈。不过事情已经查实了，我们校方这边肯定会给周晴同学一个交代的。王硕，你行为恶劣，开除，并全校通报。索案记大过，如果再有下次的话，一样被开除。还有，周一的时候，你准备一下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公开检讨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大点声。听见了。周哥，你妈挺彪悍的。
就跟你妹出头这阵仗，咱学校建校以来，这可是头一回啊！你又出去打架了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是他们先动手的，他们骂我有两……哎，行了，王妈，赶紧带他去洗洗，脏不脏？是他们先动手的，他们骂我有2个妈妈，你是我大妈，所以是我小妈，我才打他的。这么多年都不管我，现在要当个好妈，我才不信呢。哎，朱哥，你干嘛去？不上课？关你屁事儿！嗨，靠！小兔崽子，又想逃课去哪儿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二哥，妈今天给我们请假了，说要给你搬家。搬家？搬什么家呀？你现在去你爸那儿收拾东西，从今以后呢，你就跟你妹一起去我那儿住。从此以后，你的作业、考试、作息都由我盯着。你现在才想起来管我啊？你的眼里不是只有生意吗？我才不跟你说。那怎么着？又想出去网吧混通宵，还是去街头跟人约架去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是我儿子，你的事儿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？你松手！你要谋杀亲儿子！跟不跟我走？走还不行吗？你快松手！快！你今天吃火药了？什么时候有这么大力气？300斤的猪我都听认好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我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你什么时候跑去扛猪了？哎，你这伤是跟王硕打架弄的吧？你别动啊，这个，把这个贴上。哎，我才不要，一点都不爷们儿。你以为你是个蓝毛，天天打架逃学你就爷们儿了啊？我天，疼啊妈！松手！走。哎，我只答应了跟你回来，可没答应帮你搬家。再说，奶奶也不会同意的。拜拜了您嘞！好你个小兔崽子！周哥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小爱是个小女孩，脸皮薄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检讨，她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周叔叔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周晴她针对我，我一时糊涂才……是啊，周哥，你就帮帮我吧。这又是闹哪一出啊？哎，你们继续啊！小爱的事我也了解清楚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你回头就跟老师说你们已经和好了，当众检讨就算了。林晚秋，你疯了！周卫国，牲口都知道护崽子，你知不知道你闺女在学校差点发生什么事儿啊？啊！你居然还在这帮始作俑者说话！这孩子间本来就是小打小闹，你非要毁了孩子的一生才甘心吗？嫂子，小爱真的知道错了。感情是这刀没落在自己身上，还真不知道疼啊。那行啊，我就把你俩的合照发到你单位群里去。想必你也不会跟我计较这种小事儿。嫂子，我和周哥刚才是情急之下才……晚秋，你别胡闹，我跟英子真的没什么。你要是把这种东西发出去，那我们以后该如何自处啊？那你看，这跟自己有关系了，不就知道着急了吗？你个老菜帮子都知道要领，我闺女
花一样的年纪啊，凭啥被人无故的造黄谣啊？还差点被人强迫，这么严重？看你干的什么事，还不赶快给你李阿姨和周青道歉？说呀！阿姨，我知道错了。嫂子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就别当众检讨了吧。不能。嫂子，你想要多少钱？你说个数，我们都能给你。哟，出手还真大方呀！你知不知道，他给你的每一分钱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是可以追回的。这事儿没得商。小晴，走。周哥，这怎么办啊？英子，以后还是要注意影响。我明白，我也只是担心小爱。至于小爱，晚秋说的也没错，犯了错要勇于承认。要是以后学校待不下去，可以考虑转校。周叔叔，妈，我不想转校。周哥，这所学校是海城最好的学校，而且当时小爱去上学还交了几十万择校费呢。这么好的学校，不也连一个孩子都没给我教好？现在连小爱呢？好了，以后这事儿不要再提。我公司还有事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这个林晚秋，以前一闷棍打不出一个响屁，现在怎么变了这么多？肯定有古怪。妈，你拿二哥最爱的拳击手套干什么？这是他最爱的。对啊，这个手套听说是他的偶像用过的，全球限量版，一共有3副呢。之前他专门飞到国外买的，可夸张了。行，就他了。靠！我宝贝呢？敢骗老妈，这个拳套我先拿走了，想要回去看你表现。靠！这也太狠了吧！尊敬的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我是苏爱，在此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深刻检讨，并公开道歉。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万分懊悔，在此郑重保释，保证今后我一定会严守言行底线。我制作并宣传虚假视频，对周晴同学的身心和声誉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在此公开道歉、检讨，今后一定改正，绝不再犯。好了，其他同学呢也都引以为戒，以后千万不要再出现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现在满意了，以后别落在我手上，我弄死你。妈妈喜欢喝茶咖，1份奶3分糖。二哥喜欢手打葡萄5分糖。你呢？你喜欢什么口味？和二哥一样的就好了。周帅，你去跟柜台说一声，让他把店里所有饮品全部上盐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随便喝什么就好了。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你何必勉强接受不喜欢的东西呢？你记得所有人的喜好，却从来都不问自己你喜欢什么，怕麻烦别人，怕被拒绝，怕让别人伤心。小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这种永远都在退让、在迁就的态度，才会让别人觉得你可以被随意的对待，可以轻视你，甚至欺负你。
那行，那咱们就从今天开始，彻底搞清楚我们家小晴到底喜欢哪种口味的奶茶。妹妹，来，哥给你拿一杯。就在那一下午，妈妈用一杯一杯的奶茶彻底教会了我，不必刻意讨好别人，敢于表达自己，要敢于对不喜欢的事情说不。校长，你说苏爱他又在威胁我，还让我以后小心一点。什么？苏爱，周晴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没有，我跟周晴同学开玩笑呢，开玩笑。再有下次，可就不只是检讨了。哎，小晴，妈，小晴，虽然呢学习比较紧张，但是咱们得劳逸结合。走，妈带你逛街去。二哥，你干什么？把我的限量版全套还给我！我给你留的字条，你没看？拿那个全套又没什么用，别搞我了，你就还给我吧。我不都说了吗？得看你表现嘛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你妹妹呢，准备去逛街，看你表现的时候到了。走。开什么玩笑？什么年代了还要逛街？两个6块，两个6块。老板，来3根烤肠，多加点辣椒啊。好，这。大哥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跟孙婷婷在一起后，不但成绩一落千丈，更为了她放弃高考去读了大专，还曾发誓不花家里1分钱。才半年就过成这样，这倒霉孩子！哎，周末，哥，你不是应该在上学吗？怎么在这卖烤肠了？怎么，都来看我笑话？大哥，你不是在海城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让开！钱呢？怎么就这么点？我过几天再给你。行，那你今日在这干吧。到时候别忘了把钱给我。婷婷，过2天我生日，你能不能？哥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现在为什么在这摆摊儿？刚好你自己得了。哟，这不是我们以前的清北苗子，年级第1吗？怎么着？没去上大学，跑这卖炸串来了？上什么大学啊？这可是我们学校放弃上清北、上大专第1人，绝世大情圣。怎么，现在我们的情圣是连大专都不上了？你再说一遍试试，信不信我废了你？怎么，我们说错了吗？他的那事可都出名了，当初在试卷上写满了孙婷婷的名字，为了试案1分没得。够了！这晦气！周末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？是又怎么样？我自己选的路，用不着你们来管。就为了刚才那个女孩，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？当然，婷婷是个好女人，我跟她在一起，至少不会像你和我爸一样，自己的婚姻都过得一团糟，有什么资格管我？这个坏小子！总之，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
司机来了，我倒要让你看看清楚，他到底是你的真爱，还是心里写的蚂蟥。大哥以前多好啊，现在变成了这样。可不说呢，当初非闹着不上清北，要去什么大专，还要离家出走，我还以为有自己的事儿，结果就是因为一个恋爱，丢人。怎么样啊？都到这儿了，要不今天晚上就住这儿，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。喂，帅帅，快回家，这都几点了？别在外边过夜啊！知道了，奶奶。啊，老太太催我回家呢，还是算了。再说，我可不想被你管，那不得跟坐牢一样啊？那钱套呢？不想要了？就先放你那保管嘛，反正我早晚都要拿回来。行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哦，行吧。妈，我还是有点担心哥，他以前没吃过这样的苦。早点休息，别耽误学习。你大哥的事情，我来想办法。姐，哎，小秋，你来啦！哦，你看到晴晴没有？她刚进去。看到了，她比之前开朗了不少。对了，姐，我刚听到你们在谈论小莫，你见到他了？他怎么样啊？小秋，我实在不想瞒你，小莫他过得不怎么样。怎么了？当初他为了那个女孩子离家出走，那女孩是不是对他不好啊？他们是不是分手了？何止没分手，他还辍学养人家呢，现在在一家烧烤店打工，过得挺拮据的。小莫这孩子吧，就是性格太倔。当初他为了那个孙婷婷跟我闹了无数次，非要向我证明他跟孙婷婷是真心相爱的。眼光不怎么样。是啊，也不知道真恋爱呢随了谁。小秋，你快回医院去吧啊！别担心，天塌下来，姐姐顶着呢。领导，据我了解，这孙婷婷最近经常出入各种酒吧、奢侈品店，而且这大少爷好像只是他众多备胎之一。这小子都绿得发光了，还在这挣钱养他呢。哎，走。妈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陈年，把他给我绑了。好。妈，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烤一晚上串挣多少钱啊？120。120？你们家孙婷婷在这儿消费一晚上12000万。妈，你为什么总诋毁婷婷？她虽然性子急了点，贪玩了点，但她绝对不会来这种地方。你就是从来都不相信我，也不相信我认定的人。周末，你以前真的是年级第一？怎么了？你这脑子都能考年级第一，那我要送猪崽去读书，猪崽也能考年级第一。走啊。林董，到了。眼见为实，自己看吧。
你的男朋友现在还卖烤肠吗？男朋友？我这么多男朋友，你说哪个？就那个大情圣，物理试卷写满你名字，陪你去上大专那个。他啊，卖着呢呗。我看呐，还是婷婷厉害。那么多人追周末都没追上，结果呢，还不是成了婷婷的舔狗？当初我还以为他有多难搞，其实啊，好搞得很。只要我勾勾手指头，他就像狗一样扑过来。不过最近我有点玩腻了，打算甩他。他每个月给你那么多，你舍得吗？他有什么舍不得的？谁愿意一辈子跟一个卖烤肠的在一块？周末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刚刚说的都是认真的吗？你都听到了？是，听到了。所以，这些年从头到尾都是在玩弄我，是吗？既然你都听到了的话，那我就跟你摊牌吧。没错，从头到尾，我对你都只是玩玩而已。谁让你蠢得像条狗一样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天天蹲在烧烤摊，一身自然风，真让人倒霉个。我是为了谁才变成这样的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你自己愿意的。我真不敢相信你的鬼话。我为了你，我放弃了所有。那你告诉我，我做的这些，这算什么？算你蠢呗，还能算什么？行了，识相的就给我滚！婷婷现在是我的人了，再他妈在这找事儿，小心我他妈揍你啊！这是谁啊？动手啊！真他妈给你脸！林董，大少爷，咱真的不管吗？让他吃点苦头，摔得不够惨，他永远都不知道。也是，估计这回之后他就知道。你他妈谁呀？喝了不少酒，阿姨帮你醒醒酒啊！向阳，你他妈到底谁呀？这好像是他妈。你打架还喊你妈？周末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啊！怎么样啊？酒该醒了吧？这次看清楚了吗？陈年。我这手机里面可有证据，是你们先动的手。周末，报警。哎，春年，你记得请最好的律师，最好呢重判、重罚。成年人嘛，就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点代价。好的，林董。周末，你不许报警！你要是敢报警的话，我就真的跟你分手。你提过18次分手，你提一次，我就会罚自己一次。但我周末的心也是肉长的，这一次是我不要你了。110吗？这儿有人寻衅滋事，故意打人。哎，小姑娘，你还年轻，阿姨教教你啊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吃进去多少，我就让你原封不动的给我吐出来。还不走？
没事啊，想哭就哭，失恋而已，没人笑话你，是吧？啊，那个年少轻狂也是一种经历。妈，啊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行，我不逼你，你自己想清楚了，随时联系我。小莫，你有没有想过去看心理医生啊？没事，我知道他不值得我这样。哎，有问题随时联系我。大少爷的状态好像不太对啊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？找人盯着一下吧，但是不要过多打扰他，免得适得其反。好，我知道。我太蠢了，我真的太蠢了。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蠢货。喂，我知道。林董，不好了，大少爷上天台了。什么？大哥要跳楼了？快，现在过去。好。你们别过了，都别过了！你给我下来！小莫呀，你千万别想不开，你跟奶奶回家，咱什么都好说啊！妈，他这样都是你惯的，你看看他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居然搞成这副鬼样子，现在又要跳楼，真是丢尽了周家的脸。对，你们说的对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丢人，那你们就别怪我了。别呀，让我死了算了。哥，你想想我们，你快下来，下来。哎呀，这好好的，之前你闹着要离家出走，我们不是都答应你了吗？你这又是怎么了？伯母，我听说昨晚嫂子跟着小木去酒吧，闹了好大一出，是不是他又找婷婷的麻烦，刺激到小莫了？就是这个林晚秋，之前那么好的孙子全毁在他手里了。小莫呀，你跟奶奶回家，你跟谁在一起，奶奶都答应你，好吗？哥，你还敢过来？你昨天怎么找小莫了？他竟然不想活了！嫂子，小莫再怎么有问题，你也不能把他往死路上逼啊！林晚秋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祖传的恋爱脑真是难治啊！妈，小心！小心！怎么样啊？啊，高空蹦极好不好玩？要不接着上去玩？你说什么屁话呢？哎呀，小莫呀，你伤着没有啊？你可吓死奶奶了！这没用的东西！你干什么呀？一个小太妹上大专，闹出多少笑话！现在又要跳楼！啊！对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该去死！哎哥，让他跳，谁都别拦他！不会说话就把嘴给我闭上！林晚秋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在教育孩子。你凭什么教育我儿子？你再多一句嘴，我不但打你，我还把你这张破嘴给你缝上！你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像个疯婆子一样！哎呀，嫂子，周哥就是气急了才说了他两句。再说了，昨天要不是你刺激到小莫了，他今天能跳楼吗？我们家的事儿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我就是关心。阿姨，你这么关心我爸，不会就是想看我爸跟我妈离婚，然后嫁给我爸，当我们后妈吧？你个混小子，说什么胡话！我跟你妈怎么可能离婚？
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哎，你这架也打了，酒也喝了，楼也跳了，失恋3件套你全部体验了一遍，这事儿能翻篇了吗？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应该让你们担心，我是个只会逃避问题的懦夫。我知道错了。行，知道错就好。你记着，只要活着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这天大的事情，咱们一起扛啊！行，那你后面怎么打算？妈，我打算复读，我想重新参加高考。好，那就复读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啊，对了，这2天呢，我就去把学籍的事儿给你办了，让你尽快回学校啊。走，回去。哎，不行啊！这个丫头片子跟着你也就算了，我孙子你不准动。小莫就算回家，也是应该回我们周家，跟你住外面算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你周家这个风水是真的很养人。这一个呢，被捞金女骗得分文不剩，这还有一个天天打架逃学，再在你们周家待下去，就彻底完了。这男孩子调皮捣蛋点，那不是正常的吗？周末，成年人了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。你想选谁啊？你想选谁啊？哎呦，小莫呀，你跟奶奶回家好不好？奶奶给你做好吃的。你看你瘦的，哎呦，得好好补补，咱先不着急学习啊。妈，我跟你走。好，好，小莫，你怎么这么对奶奶啊？哎呦，臭小子，你哥和你妹都跟我一起回去了，你还打算继续留在你爸这儿了？来，你那个全套我可给你放好在你的房间里。妈，你看奶奶现在这样，我要是再跟你走，奶奶不得气得心脏病了？吓死了。行呗，但是现在你得跟我走。哎，干嘛呀？送你去上学。走。你，哎呀，这，伯母，周哥，你看嫂子把这孩子们一个个都哄的，跟你们都不亲了。这段时间他简直像中邪了一样，还跟我动手。他把他别人就打我，说明还是在乎我的。周哥，他该不会是想跟你离婚，还想抢孩子吧？这个遭天杀的，敢跟我抢孙子，我跟他拼命！不可能的，我们20几年夫妻情分，又是初恋，他不可能跟我离婚。不想离也得离，我等了这么久，这个周家夫人的位置必须到我手上。从今天以后呢，你就跟你妹妹一个班，这样互相有个照应。你记得，只管好好学习，别分心，听见了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都知道。妈妈再见。同学们，今天来了一位新同学，周末，他是来咱们班复读备战高考的，大家欢迎。周末，你就坐在周晴后面的空座吧。好。哥，你先看我的书。哇，这个周末还挺帅的。帅有什么用？知道他为什么复读吗？高考的时候，往理综试卷上写满了一个女孩的名字，就是为了跟这女孩上同一所大专。结果呢，那女孩不要他了，给他戴绿帽子。这哥们儿前2天闹自杀了。天哪，我听说过这件事儿，原来就是他啊！嘘，可得离他远点儿，别哪天又想不开了。你们胡说什么？我哥才不是那样的。没关系，不用理会。都不反驳，看来是真的。长这么帅也会被甩吗？看起来好可怜哦。
他现在正是最脆弱、最忧郁的时候，就需要一个明媚的小太阳去拯救。都是同学，周末到底哪儿得罪你们了？你们要这么接人家伤疤？没意思。就是这个对视，这个救赎感，从这一秒开始，我将成为他灰暗人生中唯一的光。周末，这题我不太会，你可以教教我吗？我记得我爸不是给了你妈，还有你很多钱。什么？这种题都不会，去报个小学的补习班，我没时间教你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你当亲哥哥一样，我哥还替你解围呢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我妈只给我生了一个妹妹，那就是小晴。还有，我也没有乱认妹妹的习惯。下节课的重点我已经帮你画好了，注意听。谢谢哥。妈，哎，这儿。哎，周帅呢？小兔崽子，下次再收拾他。走，上车，咱先回家。好啊，周末，你家原来这么有钱，居然敢装穷骗我，还想跟我分手，想得美！哥，你能把你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吗？有道题你都教我3遍了，但是我还是不会解。给你。画的真好，小晴，你从小就擅长画画，有没有考虑过参加美术统考呢？美术统考？美术统考？是啊，术业有专攻，你要是觉得文化课吃力，你不如试一试，万一有更适合你的呢？小心点啊！这都是你画的？不好好上学，考试都考不明白，成天画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你上的是重点高中，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？花了那么多钱，也没见他考个第一。哎呀，这丫头片子呀，就是不行。妈，我知道，我以后不画了。哥，我就是瞎画的，你别告诉妈。我成绩本来就不好，还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。来，喝点牛奶，早点休息啊。别学习太久。谢谢妈。喂，陈年，你帮我准备一下报考美术学院的材料，越详细越好啊，尽快送过来。好。这个。好好准备，别辜负自己的天赋。是啊。
妈。喂，林晚秋，你赶紧带周末回家一趟，商量谈跟孙婷婷的婚事。婚事？下月初8呀，是个好日子，宜嫁娶。周末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你来我家干什么？周末，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说的都是胡话。我跟江阳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和他们什么关系？都跟我没关系。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周末，你怎么能这么绝情？你当初为了我放弃了考清北，说要一辈子跟我在一起，你甚至还为了我自杀。你看着我，我不相信你真的不爱我。那是我蠢，难道我就活该被你骗一辈子吗？早知道他家这么有钱，我之前就对他好点儿。我能拿下他那么多次，这次肯定也能。周末，你不能不负责。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的孕检报告，你可以看看。这是我的孩子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，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混账！还真是你的！当初就是你闹着上大专，现在又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。我周卫国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？你，哎呀，你打孩子干什么呀？既然怀了我们周家的孙子，那就娶进来好啦。什么？你让我娶她？不行！怎么不行啊？人家婷婷说了，那怀的还是个男孩。算了，周末，你要是不想认我和孩子，我就把孩子打掉。哎呦，闺女，你别急呀，奶奶认呐。哎，我这不是正看黄历挑日子呢吗？你怀的呀，可是我们周家的宝贝重孙，可不能打呀。妈，连你也让我娶她吗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他肚子里怀的真是你的孩子啊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他肚子里怀的真是你的孩子啊？给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哎，云姐、莫哥，你们两个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好，好酒量，好。哎，莫哥，再来一瓶，再来一瓶，再来一瓶，喝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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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莫哥，好，好酒量啊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你女朋友，不可以睡在你这里吗？可是我们不是说好结婚以后才……害羞什么嘛？你忘记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？周末之前我们住在一起，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你该不会是要对我始乱终弃吧？我没有，可是我上次喝多了，真的不记得了。一句喝多了就想不负责任，反正我现在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然是我们家小莫有错在先，那身为男子汉大丈夫，该他负的责任，他肯定不会逃避的。妈，只要这个孩子是我们家小莫的，我们家肯定认。不行，你让我跟他结婚，我们现在都没有感情了，怎么可能结婚？婷婷怀孕了，这样你先安心养胎，我们家肯定不会亏待你。这婚事怎么办呢？我们先跟老太太商量商量，从长计议嘛。这才说了一句像我们周家儿媳妇该说的话。来人，把上次苏英从国外带回来那个补身体的燕窝啊，给我孙媳妇炖上。是。闺女，跟奶奶走。你也过来。周末，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再仔细的跟你爸爸说一遍。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虽然我也不喜欢这个儿媳妇，但是人家都已经怀上了，我们周家就得负责，要不然传出去，外人怎么看？行，就说说。就这？对啊，我那天晚上喝多了，我真的什么印象都没有。这种事要是真发生，怎么可能不记得？比起那些短剧里演的什么酒后一夜情，要真喝醉了，什么都干不了。所以，我根本就没有跟他发生关系，是他在骗我。估计是了。那我现在就找他对质。哎，等等，你光说自己不记得有什么用啊？你有证据吗？人家可是拿着孕检报告来的，那万一人家就是想赖着你，想让你当这个冤大头呢？妈，那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要让我跟他结婚啊？你说的对，这孩子啊，咱们还真就认下了啊！来，多喝点，多补补，对我小重孙子好。拿着。奶奶，这是奶奶给小孙孙的心意。奶奶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就说怎么突然找上门了，原来是贪咱们家的钱啊！贪点好，我还怕他贪的不够多呢。你有办法对付他？婷婷啊，婷婷啊，婷婷啊，怀孕了那是功臣，我这个做婆婆的也得有所表示啊。这样吧，你跟我回去，我亲自照顾你。哎，不行啊！你把我孙子都拐走了，现在还想把我孙媳妇也拐走啊？不行！阿姨，我觉得奶奶对我挺好的，要不我就留在这养胎吧。你真要留在这儿啊？哎呀，那我给你准备的那些东西，想必你也不稀罕，那我就先带回去了啊。你还给我准备了东西啊？陈年，把东西拿上来。哎，是我太肤浅了。这婷婷吧，跟小莫那肯定是真心相爱的，肯定不是为了这点东西才在一起的。陈年，把东西送回去吧。好。阿姨，我想了想，我还是跟您回去吧。毕竟周末在哪，我得跟他在一起，对吧？啊，是吗？哎，真的呀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！你跟我回去，我家里边还给你准备了好多东西呢。阿姨，我们快走啊！好。
走。这，还有呢，我要的燕窝还有牛排，都要最好的康韵的和牛，听懂吗？太太，不是我说，这样的姑娘，您真的要让她嫁给大少爷吗？唉，这别说是大少爷了，就算是嫁到我们家，我都不认。王妈，你这样，他要什么呢，你就准备什么。这牛排都吃完了，不能多弄点吗？还有这菜都没了。大哥，你真要当爹了？就你话多，上次不是说不能拉着住吗？哎呦，我这不是看你要年纪轻轻喜当爹，特意来看看吗？胡说八道什么？他要是真怀了孩子，那也不是我的。天哪，大哥，他都已经吃了4块牛排了，不腻吗？大哥，我看你不是找了个媳妇，你是找了个大胃王。都闭嘴！婷婷啊，怎么样？吃的还满意吗？还行吧。阿姨，我这刚怀了孕，就新搬到了这里，还有好多东西得买呢。但是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您看啊，这算什么呀？那我这有张卡，你拿着，这里边有20万，不够啊，再管我要。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不是吧，妈？这钱你就直接给他了？当初你替小晴出气用的那些招呢？是吗？你明知道他在骗我们，你还这么捧着他，还给他钱？妈，你不觉得你现在比大哥看起来更像冤大头吗？3个小孩懂什么呀你们？我问你们，知道杀猪匠在杀猪之前会怎么对待那只猪吗？会给他吃好的，喝好的，会把他的胃口养得大大的，这样他才能够放松警惕。这不就是杀猪盘吗？没错啊，这人呢就跟猪仔一样啊，干坏事的时候呢，心虚又警惕，可一旦放松了，拿到好处，那他就会得意忘形，露出的马脚就会越来越多。你们以为我给他吃的喝的都是白白给他的呀？等着看吧，他吃进去的每一口，那都是有代价。这些我全要了。这些也都要了。好，这些也都给我包起来吧。这个包给我包起来吧。霞姐，余额为0。哦，这个包你不许出给别人，我马上找人打钱。好的。
能不能再给我转点钱啊？20万啊，这么快就花完了？我肚子里面怀的可是您的宝贝大孙子，而且钱走了，你要是不乐意的话，我看我还是把孩子给打了吧。你想要多少啊？200万，以后每个月您至少给我200万零花钱。行，为了我的大孙子，我给你转。有什么儿子就有什么妈，跟周末一样好骗。这些全给我包起来。这个我也要了，给我包起来吧。小姐，现在是夏天了，您确定？那怎么了？我又不差钱。好的，小姐，您婆婆对你真好，这么多零花钱说给就给。那是我命好，不像你，一辈子都只能站在这里伺候人。算了，这件衣服不打包了，我直接穿走。好的。真是，我招你惹你了，还真把自己当凤凰。现在骑机车已经不符合我的身份了，回去就得让周末他妈把那辆豪车给我开过来。有人举报你涉嫌诈骗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诈骗什么了？你们有证据吗？凭什么抓我？你手上拿的这些不就是证据吗？死老太婆，是你报的警，你找死啊你！请注意你的言辞。警察同志，就是她前几天说怀了我们家儿子的孩子，要让我们家负责。阿姨，我这刚怀了孕，就先搬到了这里，还有好多东西得买呢。但是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你看，他把我肚子搞大了，不应该负责吗？然后呢，他就借着这肚子里的孩子，这前后啊，找我们家要了价值2000万的东西哦，其中这220万是有转账记录的。谢谢阿姨。200万，以后每个月你至少给我200万零花钱。不是，他不是你自愿赠予给我的吗？你要是真怀了我们家孩子，我当然是自愿赠予你的呀。可是你真怀孕了吗？当然怀了。这是她未怀孕的检验报告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死老太婆，你居然敢给我下套，我跟你没完！老实点，跟我们走一趟。阿姨，我绝对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我把东西都还回去行吗？阿姨。我呀，给小莫和婷婷啊合了八字，他们的婚礼日期呀就定在……要不然，你先看看这个。什么？没怀孕？是骗子！还是妈厉害。他什么时候这么有手段？所以那个女孩谎称怀了小莫的孩子，你就将计就计，直接把她给送进去了。没错呀，那小女孩心术不正，不让她栽个大跟头，她肯定不会放过小莫的。姐，还好有你在。哎，行了，别想这些糟心的事儿。来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他俩写作业的时候呢，我随手拍的。哦，对了，这小晴啊，在画画方面挺有天赋的，所以我就给她报了一个美术班。俗话说呢，让花开花，让树结果。你别担心啊，这孩子们啊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小晴这孩子吧，就是我以前对他们关注太少了。哎，但是你看，他们现在的劲头多足啊！小莫这孩子呢，虽说耽误了半年，但好在底子好，这一进学校啊，就考了年级前50。照这个势头，回到年级前10应该也不成问题。小晴也是，
自从报了美术统考，天天都在练习呢。反倒是周帅那个臭小子，一天天的不务正业。接下来我该修理他了。小帅这孩子吧，被他奶奶惯坏了。但是姐，你该揍就揍，别下不去手。你放心，姐姐揍人手拿把掐。孩子呢是好孩子，就是还在别扭。哎，行了，你呢安心的养病啊。以后呢还等着看他们考上大学呢。我也想多陪陪他们，想看他们考大学，想看他们长大成人的样子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以后还要看他们结婚生孩子，你给他们带崽儿呢。给孩子们。这是妈的遗书。周末、周帅、小晴，很遗憾，妈妈不能亲眼看着你们长大。妈知道这辈子陪伴你们的时间太少，别怪妈妈，好不好？妈妈这辈子最骄傲的事，就是有你们3个孩子。希望你们能一直快乐、平安、健康，过好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妈走了以后，你们3个要好好的，谁都不许掉队。抽屉里有一把钥匙，当你们高考结束，可以去到这个地址，用钥匙打开那里的门，里面放着是妈妈给你们准备的一点心意。大哥，妈是不是得绝症？她快不行了。怪不得我总觉得她最近不对，她肯定是担心，怕她以后不在了，我们会过得不好，所以才这么操心的管教我。这上面的地址到底是哪里啊？走，我们去看看就知道。据信封上的地址显示，应该就是这儿。哥，我们现在过来是不是不太好？妈不是说让我们高考结束以后再来吗？而且我们提前看了他的遗书，他会不会不高兴？恭喜小晴，高考成功。记住，你不是多余的，你是妈妈盼了好久才盼来的女儿，不用总是低着头，你笑起来的样子更好看。小晴，18岁生日快乐！以后你就是大姑娘，妈妈为你开心。祝贺小莫高考顺利，小莫重新拿起笔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是妈妈心中的状元了。恭喜小莫大学毕业，记住，你值得被真心对待。妈是不是我活不到高考？不行，我不能待在这儿。妈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她要是找不到我们，她会着急的。是该回去了。既然她不想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假装不知道。回去的时候小心点，别露馅了。
哥，你明天帮我补习吧，我想要让自己的成绩再提一提。好，该不该把这事告诉周叔？哎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咱家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大少爷，居然做了早餐。那您快尝尝，哥起得很早就开始准备了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俩眼睛咋了？怎么这么红啊？刚才七阳春。妈，我先去上学了，我快迟到了。我也去上学。这两个孩子怎么怪怪的呢？该不会是看出什么了吧？我露馅了。林董，什么事儿？一大清早，二少爷跟他一些兄弟搞了个拳击馆，而且那家拳击馆涉嫌非法集资，二少爷投资给他们的钱，陆陆续续已经有300万了。300万？你每天逃课就为了来这儿啊？妈，我真不是学习那块料。再说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我朋友说了，打拳击我特有天赋，而且我的梦想就是成为我偶像那样的拳击高手，先进大牌俱乐部，年终奖好几千万。天赋啊，行，过2招。过2招啊？你来真的？那我可告诉你，全场之上无母子啊，我动真格的。停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是我亲妈，别打了！拳王啊，这就是你的天赋？你等我再练2年呢。我承认我错，行了吧？哎，我听说你给这家拳馆投资了300万，家底都花光了吧？你都知道了。那是我奶奶给我的零花钱。再说了，我这是跟我朋友一块投资的，等拳馆运转开来之后，他们就把钱给我了。投资是吧？有投资合同吗？有条例吗？受法律保护吗？都是哥们儿，要什么合同？他们特讲义气，还能坑我呀？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傻呀？啊，哪有兄弟天天找你要钱的？那不就是在坑你吗？妈，你不了解他们，就不要再这样评判他们。刘哥，刘叔，珊珊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我是周少爷家的保姆，我叫王妈。这是我们家保姆王妈。你小子还没断奶呢，出来玩还配个保姆？刘叔，你上次不是说从国外请来一特牛掰的教练吗？能让他教教我吗？急什么？人家正在打国际比赛呢，等打完比赛他就来了。国际比赛有直播吗？哎，别问了，商业秘密。好了，你先自己练着，等他回来，我让他亲自带你。行，我到那边还有点事儿，你们聊啊。好嘞。妈，跟你说，那人可牛掰了，我得找他签名，你要不要？土包子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。来，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待会儿呢，我帮你考验考验你的朋友。无论我说什么，你都点头附和。
不准反驳。回去之后，我就把你那拳击手套还给你。妈，你又要使坏了吧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那帮朋友都特好，特讲义气，你怕什么？这倒也是。这黑心房东他要涨租啊，下周前不交20万，他就要收回这房子。不是刘叔，上个月不才刚涨吗？你也知道这地方地段好，他这就是坐地涨价。实在不行，这全关了算了。哎呀，周少爷，咱家都要破产了。今天法院的人都来说了，要是不交100万保证金啊，这房子都要被查封了。破产？不能够吧？我们家先生被人做局了，钱都骗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外债，咱今天债主都讨上门来了。哎呀，少爷，我以后也照顾不了你了，你赶紧逃吧，别回家了。我丢下家人跑，我还是人吗？你看我干什么？快想办法啊！刘叔，我知道开拳馆一直是咱们俩的梦想，但现在我家里确实有困难。这样吧，您把我入股的一半还给我。不，100万，就100万。说什么呢？啊，你抽走100万，这拳馆不就倒了？合着这破地方全是周帅投的呀！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！这拳馆要是倒了，你让弟兄们他怎么活呀？就是。刘叔，咱们当初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周转困难，前期我先垫资，等拳馆开张之后，你再还给我呀。是啊，可这不是还没正式开张吗？你钱都没到位，怎么开张了？刚才刘哥都说了，房东要20万，赶紧转了你。哎，不，刚才改口了，要50万。你们几个合起伙来骗我是吧？我拿你们当兄弟，你们拿我当冤种啊！骗？这怎么能叫骗呢？都是为了梦想啊！你赶紧给我闭嘴吧，把钱还给我。大哥，他家都没钱了，咱们也不用再装了。好，周帅，刘叔今天就把话跟你说清楚了，50万，你今天把钱拿出来，今天你还能走，要不然，你还有这个老东西，也还能卖点钱吧？说谁老东西呢？想打架是吧？来呀！儿子，看好了啊，这一脚可帅了。愣着干什么呀？揍人啊！揍完了你还得回家挨揍呢。哎，你们几个一起来啊！老娘我赶时间，还得回家接孩子呢。挺嚣张啊，弟兄们，揍他！打架别问事儿。林董，这些人交给我处理吧，我送他们去警局。行，查仔细点啊！这帮人刚才打算拐卖人口呢。带走。妈，你这身功夫从哪儿学的？早知道你有这功夫，我跟你学拳击得了呗，我还跟他们在这胡闹什么呀？想跟我学啊？你先给我考上个像样的大学再说。走，带你去医院验伤。哥，妈怎么好端端进医院了？她到底怎么了？陈叔说他为了周帅跟别人打架，来医院处理伤口。那我们赶紧去找他吧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你知不知道咱妈已经为我们操碎了心？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妈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还要为你的事忙前忙。她身体不好？我怎么感觉她能一个打10个呢？你现在还敢插嘴？你知不知道她已经……我已经怎么了？
到时候再跟你说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妈，你身体怎么样？要不要再检查一下？不是，我咋了？我很老吗？不是很憔悴吗？没有没有。妈，您不老，您特年轻。有种怪怪的。你走吧，回家。妈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人鬼混了。您不是说只要我考上大学，您就教我您那套拳法吗？还说话也算数吧？算话。但是你现在这样，你考得上吗？考得上啊，那肯定考得上。大哥，那个，以后你教我学起来，我可就靠你了。行，那你搬过来吧。小帅呢，现在他也搬过来了，卯着劲儿学习。虽说呢是为了让我教他打架，但好在稍微像点样子了。也不图他点别的，只要他肯学习，每天不出去惹事就行。怎么会有2个一模一样的林晚秋？周哥，我刚才在医院碰见嫂子了，原来她一直都在骗你。好啊，林晚秋，我说最近怎么都变了个人，原来是找了个假货。看我怎么让你众叛亲离，扫地出门！这一个一个的都走了，这个林晚秋把我的孙子都抢走了，真是可恶！喂，伯母，苏英啊，什么事情啊？我刚才在医院碰见嫂子了，她是个假货。你说什么？林晚秋是个假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看到有2个一模一样的嫂子，你和周哥赶快过来看看吧。好啊，竟然找了一个假货来把我孙子都抢走了，看我饶不了他！所以苏英说的没错，你们俩到底哪个是晚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真是一模一样啊！现在你们看清楚了吧？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亲妈，他彻头彻尾就是个骗子！嫂子，你要是有什么苦衷，直接说就是了，何必闹这么大一出？还找了个替身，把伯母和周哥骗得团团转。不是骗子，不是骗子，他都是为了我，为了我。妈，妈，你的头发，小姐，别哭，没事，妈没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所以你根本不是我妈，你到底是谁？他就是个冒牌货，还骗我骗了那么久，还抢走了我们家的孩子。打电话报警，把他抓起来。哎，没错，我不是你们周家的儿媳，也不是你们3个的妈，我叫林迎春。林迎春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晚秋的姐姐。啊？你还有姐姐？没错，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姐，是我要求她假扮成我，替我照顾孩子们的。我们周家的孙子，你叫一个外人来管，你丢不丢人呢？你是啊，晚秋，这些事你都可以跟我说呀。你宁可相信一个几十年都没见过的女人，也不肯信我。我可是你丈夫。丈夫？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医院里啊？不，你又不肯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？你这是生病了？
你自己看。郑晚琪，原来林晚秋那个死女是生病快死了，死了好，正好给我腾出位置。你这个绝症啊，也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周家又不是治不起。你弄个冒牌货来骗我们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再说了，你都这样了，还千方百计的抢孩子，万一你死了，哎，奶奶，妈，哎呀，我是说，万一真有万一的话，那孩子们怎么办？你不还得托付给我们呢？是啊，嫂子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我这些年是把孩子托付给你们了，可结果如何呀？啊，小青，我最心疼的小女儿，结果你们周家重男轻女，天天把她当佣人一样使唤，在学校被人欺负了都没有人管过，你们真是护着这个始作俑者他的女儿。嫂子，你还生着病呢，你别生这么大气，有话好好说嘛。还有小莫、小帅这2个孩子，要不是姐姐替我管着他们，一个被人蒙骗，还在外面卖烧烤，一个天天打架逃学，你们说这样管够吗？我承认，我对孩子以前不够关注，可即便是这样，你也不能……周卫国，别说了，我们离婚吧。周卫国，别说了，我们离婚吧。啊？离婚？晚秋，你要跟我离婚，就因为我没有管好孩子？这不够啊！我不懂，为什么你生病了，正是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怎么能跟你离婚呢？这些年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哪次是在？每年的圣诞节你在干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。晚秋姐，周哥给我和小艾买了圣诞树，他还亲自装扮了，你看是不是非常可爱啊？还有，每年的大年夜，我跟孩子们在家等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嫂子，周哥在陪我们看跨年晚会呢，他还给小艾买了新衣服，给了压岁钱。嫂子，你怎么不回信息啊？该不会生气了吧？还有，我们结婚10周年的时候，你又在干什么？你在给他过生日。晚秋姐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周哥带我去盘山看日出，我们准备在山顶夜宿，晚上就不回去啦。那天竟然是结婚纪念日，对不起晚秋，我确实是忘了。是，周卫国，你忘了，可你却年年记得他和他女儿的生日。我的呢？我的孩子们呢？小帅、小莫、小晴，你陪孩子们过过几次生日啊？你刚才不是问我吗？为什么我生病了，我没告诉你？半年前不是让你陪我来医院做检查，你来了吗？你没有。你跟我说什么？你说他要出国旅游，你要亲自送他去机场，而我就是在那天确诊癌症。晚秋姐，周哥怕我和小艾不认识路，特意亲自开车送我们，还给我们安排了头等舱。听说你今天本来想让他陪你去医院来着，真是抱歉，在他心里，我们母女更重要呢。你发这些信息是在干什么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帮助你们孤儿寡母，
只是为了报答当年你帮我的同乡之恩。周卫国，你觉得这些年我还敢需要你，还能需要你？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我心里只有一个你呀。哎呦，那句话咋说的来着？迟来的深情，比诸草都见意。啊，你要是敢承认呢，你见异思迁，我还敬你是个人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？晚秋，我们有20几年的夫妻情分，你真的有？你要是还念着20几年的夫妻情分，你就应该干干脆脆的跟我离婚，别让我死不瞑目。好，我跟你。周哥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嫂子只是一时难过，我可以去跟她道歉的。苏莹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你和小爱一直太没有边界了，让你误会了。我必须声明，我对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，从来都没有。所以今后这件事，我们都要保持距离。什么？周哥，难道你要跟我断了关系吗？我们从来都没有什么特殊关系，即便我和晚秋离婚后，我们也不可能有什么特殊关系。至于我的财产，我都会留给晚秋和孩子们。什么？那怎么行？欠你的300，早就还清了。一直以来，我太对不起晚秋了，所以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周卫国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对了，以前你用来借去买房投资的钱，我会按照合约依法将你索赔，希望你们按照约定按时还钱。妈，你看，多衬你啊，好看，是吗？显得你更有精神。姐，怎么样？还行吗？好看，特别好看。你们觉得呢？不错，就那样嘛。妈，我来吧。证件给一下。谢谢。看不清。你好，办离婚。你是自愿离婚的吗？我不想跟他过了，我得了癌症，临死前想把婚离了。真可怜。太晚秋，晚秋，以前都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对财产已经做了分割，给你留够了钱。我知道这并不能弥补什么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我，接受我的道歉。对不起。事已至此，